美俄会谈结束，普京成为唯一赢家。特朗普又食言了，乌克兰必须接受交换领土。空中停战初步达成，乌克兰加入北约第5条地。为了保证安全，英国军队将抵达乌克兰。乌军在顿涅茨克前线取得成功，红军村局势趋于稳定。俄罗斯火药厂爆炸，港口、炼油厂再度遇袭。因无人机袭击，俄2025年 GDP 损失超过4%。新加坡放弃在关岛训练，日本武器外售新突破。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美俄在阿拉斯加的会谈已经结束，结果确定火力军大失所望。这是一场表演秀。会谈结束后，双方各自宣布胜利。只是就结果来看，普京才是这场会谈的唯一赢家。接下来压力给到了乌克兰。在会谈开始之前，火力军还是很期待的。这是近10年来普京首次踏上美国领土。美国在阿拉斯加的布置也没让火力军失望，有红毯，但也有威慑。普京专机抵达安克雷奇美军基地后，美国欢迎仪式很盛大，特朗普给足了普京面子。不过在普京刚下飞机的时候，一架 B2和4架 F35从他头顶飞过，红毯旁边还有几架 F22。在美俄谈判之际，战机编队飞行的目的可不只是欢迎仪式，还有下马威的想法。这并没有什么用，结果依旧是普京赢了。之所以这样说，第一点就是领土问题。欧洲真理报报道，会谈结束后，特朗普表示已经与普京基本达成共识，乌俄战争将以领土交换以及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结束，甚至直接表示乌克兰必须同意，泽连斯基也必须同意。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普京和特朗普讨论的领土交换，就是俄罗斯归还在苏梅和哈尔科夫占领的土地，乌克兰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完全撤军。普京还表示，乌克兰要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之后，俄罗斯同意停火，并冻结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前线，跟之前内容一样。这算盘打得真响，火力军在几千公里之外都听到了。在2022年的哈尔科夫反攻之后，俄军就已经失去哈尔科夫的主动权，苏梅地区也同样如此。当前的战线依旧是乌军占有，俄罗斯放弃这2个地区根本不痛不痒。但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就不一样了，把这2个地方全部给俄罗斯，就相当于告诉普京下次再来。泽连斯基已经明确表示拒绝割让领土投降，这是违反宪法的，更不会表示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即使俄罗斯通过暴力侵占领土，乌克兰也不会承认其主权。就结果来看，特朗普已经表示就交换领土问题与普京达成一致，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是否承认这一协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协议对乌克兰不是很友好，要不然也不会专门提及泽连斯基。除此之外，普京坚持俄语在乌克兰的官方地位，提出这个条件，火力军有理由怀疑俄罗斯这是在为下一次入侵做准备。不得不说，特朗普是个很健忘的总统。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在8月13日，特朗普在与欧洲领导人的视频会议中表示，在阿拉斯加的会谈上，不打算讨论任何可能的领土划分问题。此次与普京会晤的目的，就是确保在乌克兰实现停火。领土交换问题必须由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讨论，而不是自己。结果呢，仅仅过去1天，在8月14日，特朗普在提及与普京的会晤时表示，这将是一场关于边界和土地的妥协。说好的不谈领土，只谈停火，特朗普又变了，而且变得很快。在会谈开始前，火力军还抱有一点希望，万一没有讨论领土交换呢？会谈结束后，悬着的心彻底死了。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特朗普想拿诺贝尔和平奖，乌俄战争就是最好的介入点。现在普京、特朗普达成一致，普京把自己摘出去了，压力给到泽连斯基。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就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讨论关于和谈的问题。在8月18日，泽连斯基还前往美国，讨论有关结束乌俄战争的具体细节。特朗普多次强调，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乌克兰是否接受他与普京达成的协议。可以预计的是，泽连斯基与特朗普或许还有冲突，至于是不是西装的问题就不太清楚了。对于俄罗斯来说，阿拉斯加会谈还有第2个影响，制裁取消了，未来或许也不会有。按照特朗普原来的说法，如果俄罗斯在8月8日之前不停火，那就实施2级制裁。就结果来看，这事儿推了。美俄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采访中表示，由于双方会谈非常顺利，他将暂时搁置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我觉得现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这点火力军早就想到了。在8月14日的时候，白宫新闻秘书维特就表示，特朗普不打算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即使俄罗斯不同意停火。第3点就是空中停火。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在美俄会谈中，双方就临时空中休战达成了初步协议，这点对俄罗斯有利。乌克兰的远程打击使俄罗斯在2025年 GDP 损失超过 4%， 具体内容我们后面再聊。至于乌俄和谈的时间与结果，目前仍无法确定。特朗普表示，此次会晤将带来和平，之后他将在6个月内停止6场战争。根据媒体报道，特朗普还希望在8月22日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举行3边会晤。但普京没有公开承诺举行这样的会议，泽连斯基也可能不会参与。普京与特朗普所达成的领土交换，泽连斯基是不会同意的，不同意乌军从顿涅茨克撤军，也不会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如果这次在白宫的交谈依旧无功而返，3方会晤只是想想。当然，本次会谈也有对乌克兰有利的一点，那就是战后安全保障。我们之前聊到的乌克兰加入北约第5条例已经确定了。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欧洲真理报报道，在阿拉斯加的会谈中，双方提出了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与普京已经达成一致，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5条例的保障。这点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在3月7日，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表示，将没有正式加入北约的乌克兰纳入北约第5条款，这就是集体防御措施，对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北约将采取其认为有必要的措施来帮助受到攻击的盟友。将北约第5条款扩展至乌克兰之后，如果俄罗斯在停火之后继续攻击乌克兰，将被视为对整个北约的攻击。就这点来看，加入北约第5条例将比其他安全保证更有效，包括引入维和部队来监督停火。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普京很早就表示，俄罗斯不打算向任何人屈服，或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做出任何妥协，拒绝欧洲维和部队驻扎在乌克兰。就俄罗斯来看，欧洲国家将维和部队部署至乌克兰，就是北约直接参与战争。而且俄罗斯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北约在乌东地区部署远程打击武器。但是乌克兰与欧洲都强调，需要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二者的诉求截然相反。而北约第5条例则刚刚好可以规避这一点。对于乌克兰而言，这的确比部署维和部队更有效。就跟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维和部队的人数必须达到10万人，才能确保效果，而且还要加上空中与海上部队。对于欧洲而言，这是很难决定的，毕竟一个国家无法派遣那么多的人，只能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人越多呢，商讨时间越长，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一部分欧盟议员建议组建一支军队。如果欧盟现在已经拥有一支10万人的部队，那么要做的就只剩投票，是否要将部队部署至乌克兰。只可惜欧盟现在还没有军队，只能不断商讨部署地点、人数，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不如第5条例来得直接。不过就当前的报道来看，特朗普与普京商讨的安全保障并非直接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第5条例，而是一个相似的，估计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坐在一起，大家签署一个协议。如果俄罗斯再入侵乌克兰，大家就能出兵。不过问题在于，没有北约第5条例，仅仅一个安全协议并不能保证乌克兰的安全。火力军觉得维和部队还是需要的，但可以少一点。在这方面，英国已经放话了，要第一时间支持乌克兰。根据《每日电讯报》报道，乌俄宣布停火后的1周内，英国就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包括数百名军事教官和工程师，用于重建乌克兰武装部队。英国国防部长约翰·希利强调，如果英国军队在乌克兰遭到袭击，他们将进行报复。总理塔默还批准使用皇家空军战机，一起与盟友在乌克兰上空巡逻，防止俄罗斯违反停火协议。战场方向，乌军在顿涅茨克前线取得成功，红军村局势趋于稳定。沃夫昌斯克方向，俄军突击队在己方无人机的引导下盲目推进，直接冲进乌军火力网。这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常态。俄军士兵通常躲在树木或灌木丛中，避免被乌军无人机发现。之后以小队的形式接近乌军阵地，偶尔也使用摩托车快速拉近距离。这些小队都是在没有态势感知的情况下前进，仅靠无人机领导。只可惜跑着跑着就跑到乌军包围圈了。库皮扬斯克方向，或许是和谈刺激了俄罗斯，俄军破天荒地在该地区发动机械化攻击。在过去2个月，俄军在该地区的战术只有一个，渗透到乌军的战斗编队中，进行敌后游击战。这种战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兵力。俄军尝试一段后，发现收效甚微，于是进行了机械化攻击。8月16日，俄军派遣2辆坦克、3辆 MTLB 以及40名突击队员向库皮扬斯克移动。在阿喀琉斯无人机系统第429独立团的打击下，乌军摧毁了1辆坦克、2辆 MTLB， 俄军仅剩的那1辆 MTLB 也已受损告终。当然，当前战场的重点还是红军村，目前乌军也已经逐步稳定了该地区的局势。
泽连斯基声称，通过国民警卫队第一亚速军的反击，乌军连续2天在多布罗皮迪亚和红军村推进。亚速第一军在该地区消灭151名俄军士兵，超过70名俄军士兵受伤，8名俄军士兵被俘。乌军从两侧截断这批为携带后勤和补给的俄军。第92旅、第4旅等部队也加强多布罗皮迪亚和红军村的防御，同时在多个方向实施反击。多布罗皮迪亚东部和东北部的局势已经逐步稳定下来。此外，第聂伯罗部队集团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伯夫上校表示，乌军已经稳定了俄罗斯在红军村和多布罗皮迪亚附近的渗透，并继续使用远程火力打击该地区的俄军突击队。俄军第51军、第132独立摩步旅在顿涅茨克的指挥所都被炸了。就当前的局势来看，为了向多布罗皮迪亚推进，俄罗斯第5、第110以及第132独立摩托化步枪旅的小步兵群进行了初步渗透，但进行战术突破的俄军士兵不过300人至500人。乌军在对其进行清除之后，俄军的兵力已经不足。俄军这种快速穿插的战术，在乌军人数占优的情况下，将很快被击溃。目前，俄罗斯军事指挥部要求该地区的高级指挥官提供额外的部队和手段，重新部署多达2个营的兵力。未来局势如何，火力军将持续追踪。除了前线推进，乌军对俄本土的袭击也没有停止，效果也很好，导致俄罗斯2025年 GDP 损失超过 4%。8月15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宣布，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个重要目标展开火力打击，成功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并发生爆炸起火。塞兹兰炼油厂位于萨马拉州第3大城市塞兹兰，距离乌俄边境约800公里。该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每年加工超过1500万吨石油，占俄罗斯炼油能力的 5.6%， 生产航空燃油等各种燃料，为俄罗斯武装部队供应燃油。乌克兰武装部队还宣布，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对俄罗斯南部阿斯特拉罕州的奥利亚海军港口发动袭击。该港口靠近里海，乌军称港口被用于接收来自伊朗的武器装备。乌军方透露，此次行动的目标是一艘名为奥利亚4号的运输船。情报显示，该船装载着伊朗制造的自杀式无人机零部件及弹药，打击的具体效果仍在进一步核实中。8月15日，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称，梁赞州埃拉斯特克工厂火药车间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火药车间建筑已完全损毁。乌克兰方面的消息称，该火药厂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目前还未公布爆炸的具体原因，但俄罗斯媒体的初步报道指出，车间可能存在安全违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无人机袭击，那也可能是烟头。对能源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也会影响到俄罗斯经济运作和财政收入，顺带影响到俄军的后勤补给，延缓在前线的军事行动。不过就结果来看，前者的影响更大。在俄天然气行业明显萎缩，煤炭行业面临困难的情况下，石油行业依然是经济收入的大头，现在接连被炸，经济必然下滑。8月15日，基辅声称，仅在2025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达到了其 GDP 的 4.11%。军方战略通信部门估计，这些袭击已使俄罗斯损失约741亿美元。该公告发布之际，乌克兰自8月12日以来，已连续3天袭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自1月1日以来，乌克兰大约 10% 的袭击了距离乌俄边境100多公里的目标，500至1000公里之间的袭击占 39%，37% 的袭击位于200至500公里外。炼油厂是最常见的目标，占 42%， 其次是仓库、泵油站。这也是为什么火力军会觉得空中停火对俄罗斯有利。在印太地区，新加坡放弃在关岛训练战机的计划。2019年，新加坡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要在安德森空军基地设立新加坡战斗机训练分遣队，在关岛部署12架 F-15。协议签订之后，新加坡和美国空军就开始执行准备工作，包括环境评估、对基地进行扩建等。现在环境评估已经完成，基础设施也已经开始升级。根据评估报告， F-15战机的部署计划将于2029年启动，涉及200多人，包括士兵及其家属。对于新加坡和美国来说，这是双赢，双方有长期防务合作关系。目前，新加坡在亚利桑那州的不同基地分别部署了 F-16战机分遣队以及阿帕奇直升机分遣队，在爱达荷州设有 F-15SG战机分遣队。如果计划顺利实施，关岛就会成为新加坡空军在美国领土上的第4个分遣队驻地，并且是离新加坡最近的一个。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现在这事儿已经吹了。根据南华早报报道，美国与新加坡政府证实，新加坡原定在关岛进行的战斗机训练计划搁置。新加坡国防部宣布，两国已经同意终止有关向关岛部署新加坡 F-15的讨论。
不过扩建工作已经开始，即使计划搁置也不会影响进度。此外，新加坡仍将继续在关岛进行短期训练与演习，包括即将在10月开展的战斗机训练分遣队合作。与此同时，新加坡还与美国合作，计划在阿肯色州史密斯堡的埃宾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设立一个新的战斗机训练分遣队，将成为新加坡空军 F-35的未来训练场地。日本外售获得新突破，继最上级之后，二手件也迎来客户。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计划扩大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除此前已经确定出口菲律宾外，还可能向印度尼西亚与越南出口，旨在与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东南亚国家加强安全领域合作。根据报道，日本防卫装备转移原则允许在满足共同开发与生产条件下，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护卫舰。日本计划通过对二手舰艇进行规格改造，将其视为共同开发成品。目前日本共有6艘A5A级护卫舰，但由于海上自卫队人员短缺，于是日本计划逐步退役该级护卫舰，替换为能减少人员配置的新型护卫舰。根据韩联社8月14日报道，韩国与越南在上个月签署关于向越南出口20门K9自行榴弹炮的合同，总金额达到2.5亿美元。同时，在8月12日，两国防长还在首尔签署了移交韩国退役护卫舰的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韩国向越南移交的护卫舰为浦项级轻型护卫舰利川号，这是继2017年和2018年之后，韩国向越南赠送的第3艘同级轻型护卫舰。包括菲律宾、印尼等国也接收或将接收多艘同类舰。由于该舰是韩国退役型号，尽管性能有限，舰况一般，但因其成本极低，仍然受到相关国家的欢迎。尽管韩国不能从相关交易中获益，但却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培养相关国家使用韩国舰艇的习惯，能为未来向这些国家出口舰艇打下基础。报道表示，此次交易将是 K9 首次进军东南亚市场。迄今为止，韩国自主研发的 K9 自行榴弹炮已经出口多个国家，包括土耳其、波兰、芬兰、爱沙尼亚、印度、澳大利亚以及罗马尼亚等国家。俄罗斯新护卫舰下水，22350型依旧难产。8月14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俄罗斯海军22350型护卫舰阿梅利科海军上将号当天在圣彼得堡的北方造船厂下水。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以及别格洛夫等官员都会出席新舰下水仪式。22350型护卫舰由俄罗斯北方设计局设计，北方造船厂建造，舰长135米，排水量约5000吨，能够携带锆石高超音速武器。此次下水的阿梅利科海军上将号为22350型护卫舰的第5舰，将编入太平洋舰队。与前几艘一直难产的同级舰相比，阿梅利科海军上将号也算难产，但已经比4号舰快了。2013年开工，2024年才下水，足足花了11年，到现在还没服役。相比之下，阿梅利科海军上将号于2019年动工，2025年下水，不过服役时间就说不准了。另外，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海军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导弹巡航舰计划于8月至9月出海测试，目前处于出海前测试的准备工作，将对巡洋舰上所有系统、部件以及设备进行检查。该舰艇是基洛级核动力巡洋舰，排水量超过25000吨，曾服役于北方舰队。在2013年，北方机械制造厂开始对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进行升级改造。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泽连斯基前往美国会是什么结果？会不会与特朗普吵起来？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